大家好，前几集一直讲的这个鬼故事好像如期而至，纳斯达克没跌多少，但是这个 AI 的科技股跌的是相当惨烈。今天上午韩国股市跌到熔断，台股也跌，但是大家不用担心，9月到11月正是还没有入市的新手们最佳的布局时机，一定要把握这次人生难得的投资机会。今年下半年就是最大的机会，我今天会用逻辑思考，从政治、经济、科技3个角度给大家解释一下，让你不管是投资新手还是老手，这个脑子里面都有一张清晰的投资路线图。这样的话，出现什么事情你就不会心慌，不会害怕。节目最后我还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投资策略和选股方向。注意，本影片是我个人的投资笔记，不代表任何投资建议。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说6月到10月市场会像过山车一样，但又是一辈子的机会？这几天发生了几件事，让华尔街的大空头把他们全都当作鬼故事来砸盘。6月4日，美国众议院215票对208票通过了一个叫做 War Powers Resolution， 就是战争决议。这个新闻里面解读就是说是国会要限制并结束川普对伊朗的战争美国要撤军了，伊朗胜利了，伊朗要成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原油要继续维持在100美元一桶，这样就会导致美国通胀上升，年底美联储加息的概率提高到 85%。我以前讲过，一旦加息，科技股马上就跌下去，因为这些科技巨头，他们融资建造了那什么几千亿、几万亿的美国数据中心，它的利息成本一下子就会大幅提高，他们的财务压力变大，这个利润就会下滑，利润下滑，业绩下滑，业绩下滑，股市大跌，就是这个逻辑。现在纳斯达克科技股在往下跌，就是在 price in 这个年底的加息预期。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这次通过的战争决议英文是 resolution它不是法案 bill。 这个 resolution 它不需要川普去签字的，在美国法律上是没有任何强制性的，这个只是美国国会象征性的向总统展示他们的压力的一种手段。美国现在不会撤军，还在谈判，所以霍尔木兹重新打开的概率我认为还是有的。一旦开放，这个股票马上就大涨我们现在就期待着这一天。所以现在空头的这个加息主故事线会让股市大跌，这个大家要记住。如果加息的话，黄金白银都会大跌的，这个是一定的，因为黄金白银它不产生利息嘛，一年的利息是 5%、6% 的美元利息，那谁会去买黄金呢？是不是？第二个就是在加息的这个故事刚开始讲的时候，又有一个短期的事件让市场火上浇油，抽干了股市的流动性，就是谷歌增发股票837亿美元，干什么？就是用来建数据中心的。而下个周 SpaceX IPO 又要融资750亿美元， Anthropic 5月底刚完成了650亿美元的融资，10月份左右上市， OpenAI 也预计是9月份上市，现在也是正在融资。大家算一下，现在这些公司都是当红炸子鸡，每个人都想去买这些股票，但是现在大家都是全仓了，只好抛售其他的股票来募资，股市就会震荡下跌。这个是短期的，资金最终会回来的。第三个鬼故事就是华尔街大空头开始表演了说最近的博通财报 AVGO 不行了，还有一个不知从哪里出来的一个小作文，说辉达下一代机型内存需求要减少一半这个新闻不得了了，一放出去，美光、SNDK、三星、SK 海力士、什么光链接、AI 数据中心全部都大跌，跌的少的有 5%， 跌的多的都是 20%。 但是我跟大家说这全是套路，为了就是吓唬你们的，割韭菜的。这个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分析。在讲之前，我先说一下，我最近开通了 IG 和 Thread， 账号名称是 Nicholas Young YT， 带有蓝色的徽章，我每天都会在里面分享一些感想。注意我不会主动联系你，也没有投资群，我只有这一个 IG 号，其他主动向你发私讯的都是诈骗，一定要注意。我跟大家说，投资的底线就是不要损失本金。现在到处都是网上诈骗，还有很多人在公司、咖啡馆用公共 WiFi 看股票行情，你的投资账号密码、个人资讯很可能随时被黑客窃取。不过不用担心，只要打开 Surfshark VPN 就可以保护我们的各自安全。Surfshark VPN 使用世界先进的加密演算法，一个账号全家的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加密，无论骇客还是网络供应商都无法窥探你的 IP 地址和浏览记录。使用公共 WiFi 操作股票 APP 再也不用害怕。Surfshark VPN 还可以切换全球超过140个国家和地区的 IP 地址，解锁因地区限制而无法看到的线上电影、投资资讯网站，甚至享受不同国家的饭店、机票、网购的优惠价。前往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输入优惠码 NicholasLive 就可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
我最喜欢的功能还有 Surfshark Antivirus， 诈骗集团会诱导我们下载诈骗 APP 或登入恶意网站，控制我们的设备，盗取账号和密码。Surfshark Antivirus 会立刻阻止恶意程式安装，保护账户安全。每月只要不到一杯奶茶的价格，不限设备，全家都可以使用。现在点击荧幕下方的置顶留言或资讯栏连接 surfshark.com/NicholasLive 或使用专属优惠码 NicholasLive， 立即获得额外4个月使用期限。赶快下载 Surfshark VPN， 让投资和上网隐私更安全。感谢大家，手机安全一定要做好。博通发布财报之后，股票大跌了 12%， 带崩了科技股，美光也大跌了 7%。 今天带崩了韩国存储股，这些都是没有任何缘由的，全都是鬼故事。博通 AI 的相关收入大涨 143%， 只是 CEO Hock Tan 在电话会议里没有大幅提高明年收入预期，没有给市场画大饼，所以这个市场一听就以为这个 AI 要发展停滞了，就开始集体砸盘。大家可以回忆一下，去年底 AMD 发布财报的时候也是一个模式，业绩非常好，但是预期是保守的，这个市场就使劲砸盘。后来大家看这个 AMD 涨了多少，从$188涨到了$546。苹果、英伟达这些大机构都是非常谨慎的，他们一般都不给市场画大饼，所以这些股票的股性大家一定要体会到，这个需要一定的经验和盘感的。你没有多年的盯盘经历，新手是很难体会到的。一砸盘就吓住了这个时候不用怕，继续持有。我深入研究了博通的财报和电话会议没有任何问题。Investing.com 也显示，44位分析师中位数看高到$511，平均$469，都是看涨的。还有一个事情大家一定要注意，博通财报里面有一个最大的启示黄金坑就是 CEO 说网络链接 networking 占他们收入的 40%， 而且说 networking is simply insatiable 的意思就是贪得无厌，无法满足的。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也就是为什么黄仁勋说这个 Marvell 这个公司它是下一个万亿公司。说完这句话，股价一下涨了 40%。 博通 Marvell 他们公司增长最快的就是数据中心的高速光链接 networking， 它是把 GPU 内存全部连接起来，还把机柜也连起来，最后把数据中心和数据中心连起来。所以Marvell、康宁玻璃、JLW、诺基亚、COHR、ALAB、LITE， 还有这两天跌得比较狠的 CIEN， 其实都是可以继续配置的。现在 AI 投资就是要关注3大块， GPU、CPU、存储、封装和链接。封装这块台积电肯定是第一，但是现在台积电的产能已经满足不了这些黄仁勋、苏姿丰、谷歌、亚马逊自研芯片的需求，这个产能必将转移到其他几个封装厂比如联发科、日月光、英特尔等等的，这个都是时间的问题，都需要关注。接下来就讲一下我们现在最大的投资，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存储永远都是缺存储的。美光昨天跌得太狠了，三星、海力士都熔断了，所以除了以上鬼故事叠加之外，还有一个小作文也是加速了他们的下跌。这篇小作文说这个辉达下一代机柜可能把一个叫做 SOCAMM 这个内存的容量砍到一半，因为这个内存太贵了，所以要降低成本。我查了一下，这个小作文是6月4号一个 X 账号突然发布的，各大媒体都没有提前确认辉达有这个计划所以从这里面看，它可能就是一个小作文鬼故事。另外我也研究了一下这个 SOCAMM DRAM 的，它是放在 CPU 旁边的内存它不是 GPU 旁边的现在我们这个 AI 数据中心最需要的 HBM 内存，也就是美光、三星、海力士他们产的这个最快的 GPU 的内存。所以不管这个谣言在科技上有多么不合理，但是这个市场一听内存要砍半这几个字，马上就吓得直接猛砸美光、三星、海力士。但是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美光开启这波史诗级大涨之前，3月25日前后这几天也出现了一次超级大的大跌。当时也是出现一篇小作文，说谷歌的新算法 Turbo Quant 要把 AI 的内存需求降到1/8，然后美光3天就跌了 20%。 可是3天之后呢，美光就开始涨，一路涨了3倍。当时我就一直做影片，不断说一辈子的机会来了，大家快买所以总结一下，这个 AI 内存股其实都没有问题，只是冲高获利之后的回调。如果我以上说的这个几个事件在未来真的发生出一个完美的风暴，
大家要记住，这个时候一定要大力买入，这是你最后上车的机会，但不是一下子就梭哈。我后面会讲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说一定要在下跌的时候大力买入，因为明年美股将开启一轮持续到2028年甚至2030年的大牛市。为什么我敢这么说啊？你看这几天这个 GTC 大会就知道了，全世界的芯片大佬全都来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说股市要大跌，熊市要来了，那他们不就是白来了吗？我在业余时间的时候就喜欢研究一些玄学、神秘学之类的，然后就研究到了未来学。在未来学里面就讲，到2030年之后，这个数据中心每年的投入都是3万5万亿美元的。这个在2025年底我就做影片跟大家讲了。现在高盛他也研究出来了，他就在5月1日发表了一份研报，非常长，这么多字你也不用看，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高盛的模型显示，今年2026年 AI 的资本支出达到7650亿美元，到2031年将成长至 1.6 兆美元。他的这个意思是2031年一年就要投 1.6 兆美元，从2026年到2031年全部都加起来一共要消耗 7.6 兆美元，而这 7.6 兆美元都会流入 GPU、CPU、存储、风光、光链接。所以这个就是方向。还有一个方向我们现在都要深挖，就是高性能的被动元件，就是为下一代辉达800伏 AI 数据中心准备的。大家多多关注我都会给大家讲解。接下来我就讲一下最近的投资策略。如果你是新手，记住4个字不要梭哈。我看到很多新手都在 Thread 留言说自己没有投过，手上有10万块钱想投怎么办？你要做的就是从现在开始分批投资 DCM， 把你这一段准备投入的钱切成5到8份，从现在开始每跌一段或者是固定的2周3周买进一份，一路买到11月，把仓位建到 80% 到 90%， 震荡越凶跌得越多，你后面那几批买的就会越便宜，拿到的股票份额就会越多。就好像年终打折，你花同样的钱就可以多买几个 LV 包包一样。新手就买宽基，台股就买0050，美股就买 SMH 或者是 SOXS， 抓半导体， QQQ 抓整个科技大盘， VOO 是抓美国整个经济。你不用选股，不用择时，你要做的一件事就是跌的时候手不要抖，继续买，大跌也不要卖，继续买，不要去猜底部，能猜准底部的都是靠运气。如果你是老手，那玩法就从宽基升级到个股，可以升级到 50% 左右的仓位是个股台股这边核心就是看龙头和 AI 供应链的关键卡口，台积电、定海神针了，再加上联发科、日月光这种的高级封装。其他的就按照我的思路去找一些股票就是存储芯片的制造、测试、光连接芯片制造、测试等等整个链条，再加上 AI 数据中心800伏电压所需要的是一些控制芯片等等的。老手的功夫就在于现在这个大盘震荡，个股被错杀的时候你要挑出这些被错杀大幅下跌的股票，但是它的订单还真的是在成长的，它的业绩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要去买这种错杀的股票，这个才是老手的操作策略。现在在这个牛市里，大家可能就会发现你好像说哪个股票都会涨，其实老手最重要的就是仓位的控制，永远都不要满仓，永远都不要空仓，你这个仓位的控制就是最核心的。现在也不要梭哈，因为这个纳斯达克也是刚刚跌，到底会跌到哪里谁也不确定，没有人有水晶球可以预测短期的未来。我可能有时候说今天我想买什么股票，什么软件股，但是软件股说完了以后就直接下跌了，那也没办法，我没法预测短期的未来。所以有时候我讲的一些股票大家都先看一下不能马上就买入。有的朋友给我发留言说马上就全仓了，把我吓一跳，千万不要这么干我也不是100%对的，我这个投资笔记你也不能这样抄法，是不是？这2天其实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大型黑天鹅事件发生，所以纳斯达克还没有出现急跌，只是技术性回撤。现在在未来有一个对股市影响最大的，就是6月17日联准会凯文沃什的第一次讲话。现在市场最怕就是他突然转鹰了，说年底要加息。现在市场已经 price in 了1次加息，到年底市场要进行2次或者3次以上的加息，这一下超过了市场预期，那就完了，这个大盘还得跌 15%， 科技股甚至大跌 30% 都有可能。但是如果你听到这里马上吓得把股票都卖了那你就错了。你忘了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可以随时拉盘的人，就是川普。
他一句话就能让股市涨 15%， 这些都是可能的。霍尔木兹海峡随时就开放了。所以不要被短期的震荡吓住，一定要看长期，手里一定要有资产有股票，最远看到2030年。从明年开始，这些巨头们可能一年就要投1万多亿美元了，这些钱你都必须赚到。如果你没有股票，你怎么能赚到呢？你怎么能跟这个 AI 革命一起发展呢？所以到现在投资才能改变命运。所以我这个频道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信息，一起共勉，一起发财。跌了不用怕，大家慢慢加仓。大家有什么想法、什么留言、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我都会告诉大家，也会选取最重要的留言给大家做影片。别忘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和 Instagram， 现在诈骗太多了，每个人都装上 Surfshark VPN 保护好自己。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